大家好，我是 A 神。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開場，跟這個你絕對不能失手的一場比賽。那為什麼是不能失手？那其實是因為這個對手是我們熟悉的攻擊型瘋狂輸出英雄死神啊。對，那大家知道死神這個英雄啊，只要一抓到敵人，你就會給他非常之暴力的輸出。那最大的原因啊，是因為他那個能量啊，是可以配合他的那個基本攻擊來進行這個不停的 combo 的。那據我所知啊，他的那個能量啊，是可以把人啊從那個地板，就是現在我站在那個地板，然後把人勾上去空中，然後用能量來制造這個跌傷傷害。那再加上他原本的攻擊力也不低。那如果你想象不到的話，就是你想象一下，我一直所用的黑毛 combo 有這個跌傷功能，對，就是輸出跟跌傷兩邊都兼顧的一支英雄啊。對，死神啊，就是一支這樣厲害的英雄，所以說我會說你絕對不能失手跟他對戰。對，那今天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你絕對不能失手的這一場比賽。已經來到這個第一回的尾聲了，那我的血量原本是跟他有那個差不多1/3的那個距離，就是我比他多1/3。那但是因為我一時的失誤啊，就讓他從這個血量原本大幅度拋離，就是因為那一次失誤，直接讓他那個死神把我的血量拉回來。那如果不是我的技能還沒開的關係啊，那我應該是會直接讓他從半血直接打死。對，那幸好有技能還沒開啊。那已經來到這個第二回合，那一開始他先用這個哪吒，那這邊就比較好一點，因為其實死神啊比較厲害的那個時間點其實是還沒技能的基本功階段。那因為啊，他就像我黑毛傳一樣，如果在前期被抓的話，你只有換反英雄這個選擇可以做。說到死神啊，在前期是比較厲害的，但是他已經錯過了這個前期不停瘋狂輸出的一個時間點了。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我的技能差不多存好了，那這邊他就放棄了這個前期輸出的機會，那對我來說是個好事啊。那這邊把他打下去之後，我們嘗試一下用殺蟲把他抓住。OK， 那這邊抓到，直接把他打下去了，因為這個位置就不太好 combo。那既然來到技能階段，那這邊都選他那個哪吒的能量，先把他能量留掉。哎呦，這邊都可以看到，他其實是很想用這個哪吒把人抓到之後，用那個術士一換這個死神來重擊，把人破防，然後拉上去 combo。那因為大家知道死神啊，他還有一個離譜的位置，就是他那個重擊的攻擊啊是破防的。那就是因為這個破防的關係，就導致死神這個英雄啊非常之容易抓人。所以的話，為什麼我覺得死神麻煩，就是除了他有非常誇張的 combo 輸之外，那還有就是他這個抓人也是非常之簡單。這邊比較好運的是，他應該是沒有能量，所以導致他抓到我也做不到一個比較瘋狂的輸出啊。這邊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那這邊能抓到。那這邊直接把他射一槍之後把他踢下去，那因為啊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其他奇怪裝備還沒開，要不然剛才前期好像沒有在算他還有什麼技能還沒開。那直接把他踢下去是一個比較安全保守的做法。那拿下第二回合，來到這個第三回合，那這邊他一開始啊就直接用這個死神來進行這個輸出啊，所以的話這回啊會是非常之麻煩的一局。那因為死神啊前期真的非常之離譜。那這邊他換李舜臣了，那我們就盡量抓到他之後就不要接近他，盡量就拉開距離輸出，因為他那個李舜臣啊的那個能量是可以當做反裝使用的。對，那這邊的話，哎呦，這邊他失手了，那我們就不要放過這個機會，把他抓住。對，那直接把他踢下去，那也是拉開距離啊，不停拉開距離。如果對面用這個李舜臣的話，那這邊就有點危險了，因為我這英雄啊是沒有防禦的。這邊讓他直接用那個死神 SD 配合這個死神原本的攻擊啊，打出一套非常之恐怖的傷害。那這邊讓他抓第二次，那第二次啊又是直接硬刺他的傷害。那這邊連續讓他抓了3次，那沒法了，沒轍了，直接用反裝來逃跑了。那其實啊，如果你有看我這場比賽的話，其實能用英雄的普通攻擊來逼我用反裝的英雄啊，真的寥寥無幾。那死神呢就是其中一隻。那這邊直接撞過去，那我們的技能還有啊，這邊抓到。那這邊的話他應該沒反裝了，直接用那個就是炸過去，那應該是可以結束這個比賽了。